你好，我是说书人 Vocal。我用1个月的时间想拍出台湾的美，这是桃园，这是南投、云林、嘉义、阿里山、台南。这些平时就在我们身边的景色其实很漂亮哦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右上角有前8集的连结。上集我来到了美食之都台南，在麻豆代天府的巨龙真的超美。这一集我们要进去大龙的身体里，看看这几十年前就吓过无数人的18地狱。走吧。Hello， 早啊！昨天挑战那个代天府，然后没有拍完，因为去的时候时间没算准，就是它的那个地狱天堂已经关了。那么重点一定要去的啊，所以我今天再去一次，2度探访代天府，走吧。上集聊到在台南开车很悠闲，因为这边的人们开车比较不会这么急，这样让人觉得很舒服。不过我意外发现啊，台南的路边停车格好精致啊，比起其他城市，停车的技术可能要好一点，不然会超限哦，这样还蛮省空间的。到啦，麻豆代天府原本共有3个异世界参观设施，水晶宫、18地狱和天堂，但水晶宫据说因为淹水过，在很久以前就不开放了。我查了资料，水晶宫的观赏重点就是看墙壁里水族箱中的鱼，可惜现在没得看了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进入18地狱，看看这个超有特色的地方。既然叫做地狱，就肯定非常阴暗血腥。这里设计让人往地下走，一走近就能看到两侧各种凶恶鬼差运送着往生者的壁画。地狱之旅正式开始。望乡台，传说中往生者在过奈何桥前，可以在这边最后一次看到阳间的亲人生活的样子。看完后，亡魂带着无奈和百般不舍的心情，也只能继续往前走，进入阴曹地府。奈何桥，在牛头马面的看守下，一旦过了这座桥，就代表地狱的煎熬正式开始。到底会受什么样的酷刑，或是能前往天堂，就要看第一神审判如何。这就是地狱的第一殿秦广王。这一殿身处大海之中，专门管阴间受刑之事。当孽镜台照出你的善与恶，就会决定分配去天堂、去转生，或是去受刑。楚江王，这里开始就能看到处刑的场面。如果王者在阳间做官时欺负百姓或者渎职、滥用职权，就会在这里被铡刀伺候。这里应该要包游览车，让政客们来好好逛逛。基本上每一殿都会针对不同的罪行来使用不同的刑罚。像是不务正业、欺负人的小混混，就会被这个石轮碾，看起来好痛。卖毒品、做假药、假酒，会下油锅炸成地狱鸡排。仙人跳害人的要用石锥穿心，一直穿，心都碎了。偷工减料贪不义之财，要被蛇咬、狗吃；强奸要被五鬼分尸；不孝顺会被巨石所压；吃软饭、贩卖人口要刮脸。此外还有拔舌、砍四肢、抽肠子等等，真是太恐怖了吧！受尽苦难后，终于来到第10殿转生，在这边喝下孟婆汤，忘记一切爱过的人，放下所有恨与怨，重新投胎成人或动物。地狱之旅在此告一段落，收拾心情，接下来我们开始要往上爬，一路前往天堂。地狱后也可以直接出场。但是看完地狱后，若能进天堂转换一下氛围，我觉得还不错啦。走吧。通道两旁不再是鬼差，而是一群看起来急着赶往5月天演唱会的欢乐人们。从齐天大圣站哨的南天门进入天堂，映入眼帘的是正在开会的玉帝与同事们，看起来很和平，应该是今年的 KPI 都有过吧。大家打工作揖，互相尊重，喜气洋洋。再往上走，这里又要被考核一次，人生真难。考核官们眼前的这些书面资料真的会翻动哦，真是认真。
再一路往上爬，看到的都是歌舞升平的画面，心情开朗不少。毕竟刚刚地狱的冷气有点强，灯光超暗，这里就好多了。人人都很会玩，泡茶、开跑车、聊天、下棋、玩音乐。比起什么被砍被挖眼，我选这边。这是牛郎和织女在鹊桥上一直反复相会给你看，单身的人还是建议回避一下，不然看了可能会悲从中来。很精彩吧？我逛完了，看起来感觉我自己的感觉是地狱比较精彩，天堂就一片歌舞升平，然后就还可以吧。但我觉得地狱真的很精彩。一个人走可能是因为在拍东西，所以也没有觉得很恐怖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会有人觉得蛮恐怖的。你看这边，这个这么高，龙的那个嘴巴，建得真的超好的。我觉得台湾实在是有太多地方值得我们去探索，然后去好好的了解一下啦。因为我们常常往国外跑啊，或者是往别的地方跑，也很棒。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台湾自己也有很多地方呢，是很多人用心开发的。所以说，我觉得找时间可以在台湾各地啊，你就可能看我的影片也好，看别人的这个照片也好，好好去走一走吧。我觉得更了解了自己的这个家乡之后，就会觉得，好棒哦，真的太漂亮了。好啦，接下来再去台南其他地方晃一晃，希望你们也会喜欢，走吧。大哥，你不是说有2只可以摸，还有1只不能吗？对，那个黄色这一只哈，这只怕的，你还有趁它吃饭的时候。还可以，能吃还可以。对啊，它会怕怕，毛手毛脚。大哥，你一直都在这边吗？对啊。老了。这个庙很棒，很有特色的。你还有看过更壮观的庙吗？南昆生啊。南昆生。你有没有去过？还没呢。还没，那里也不是很大。哦。南部就这里，还是台南那个圣母庙。啊。接下来我们要回到台南市区，我想去拍一个很有历史的商店旭丰号。导航显示高速公路大塞车，于是我选择了平面道路。经过这些田野，真是太漂亮了。当我看到更窄的小路，我想都没想就转了进去，太喜欢这种风光了。旭丰号到啦，店家已经休息。这栋有80年历史的巴洛克风格建筑，早期本来是做五金生意的，后来老板退休后租给人营业。现在接手的爱鲜果真的很有心，保留了旧招牌之外，也把自己店的风格尽量与昔日风貌配合，让我们能够享受这样的美景，真好。他们下午5点半就关店了，卖的是无毒蔬果、果汁冰沙和小吊饰。2楼是展出漫画，改天我也想进去逛逛。这么好看的建筑怎么拍都美，我选择运用一些美丽的花作为前景，搭配上蓝调的天空，拍下了自己的回忆。饿死我了！我跟当地好友约在府中街吃饭，他还没到，于是我到旁边孔庙逛一逛。孔庙是在西元1665年明正永历时期，在陈永华的建议下，由郑经下令所建造。它曾经是圣庙、重要考试场地、日本人的公学校，也是现在的古迹和文化园区。目前正在整修，有点可惜。哇，终于能吃饭了，我都饿瘦了。这次要吃的是超知名餐厅文章牛肉汤，想必大家都听过吧？这也是我第一次吃到梦寐以求的台南牛肉汤。上菜啦，温体牛肉口感真的非常 Q 弹，酱料也调味的恰到好处，唯独汤头有点喝不习惯，可能我还需要多吃几次吧。刚上桌时建议大家可以先把牛肉捞起来，这样会更嫩一点。好啦，这一次的 vlog 也差不多到尾声了。这一次在台南看到这么有特色的庙宇，真的不得不佩服当年建造者的用心。
台南对我来说是个节奏很舒服、文化底蕴又很深的城市，而能在这样的城市与20年前一起追电竞梦的老朋友喝杯茶，聊聊当年的疯狂，真的是人生一大乐事。下一集我们要再尝尝别的台南知名牛肉汤，然后往高雄出发啦。你们还喜欢这次的内容吗？在留言告诉我吧。拜拜。听说啊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留言的人，未来都特别幸福，钱越赚越多。没有的人嘛，可能会梦到这集的地狱场景哦。